日本和牛的历史其实只有60年，但它却发展成了全球最贵的牛肉。它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啊？岂有此理啊！所以我就去约了一家连续打了5年百名店的和牛馆。这太扎实了，太爽了。毕竟我也想知道吃和牛吃到反胃需要花多少钱，特别是它里面那个最粉嫩的那个部分，是嫩的，我靠。龟苓膏。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，带上家伙出门。今天我们来的是蓝青山的一家完全预约制的烤肉店，这店也藏得够深，高情商，注重隐私。我老板没钱。好了，不说废话了，看一下它这个人均2万的价格究竟如何。饭前先来2片咀嚼片。第一个菜不出意外是茶碗蒸蛋开场。它这个蒸蛋特别的点是，它是用煎鱼的汤煮的，所以吃起来还会有一种鱼汤的鲜味，里面还加了一点黑胡椒，所以鸡蛋的奶香会更加明显。今天这个沙拉又到了我们的活到150的环节，它上面淋了一点黑松露的油，你们知道它闻起来像什么吗？就是用汽油拌的生菜。然后第3个前菜给我们上了一个粉条，它吃起来觉得很像奶油蘑菇意面。怎么还有前菜？其实在日本所有的生肉吃起来都有一种饺子馅儿的感觉，他们家的生肉是用酱油调的味，里面混杂了些很有嚼感的菜和海苔，你吃惯了就会觉得很好吃。突然想起之前很多人说我长圆了。吃饭第一块是和牛的上腰肉，就这一块的肉质它一般会非常的软嫩，因为它肉瘦纤维短，所以这一块的肉一般是厚切，吃起来会比较滑嫩，但是没有横膈膜肉那么香甜。第2块就是我们的横膈膜肉，你也可以叫它牛五花。这个部位它其实很难烤，因为它很肥，所以很容易烤干，但它吃起来就贼香。我感觉我牙齿都没用力了，甚至你把它吞了，那股牛肉的香味还会挂在你的舌根。完了之后，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烧牛冬居然这么早就端上来了。它里面的那个肉真的切的巨厚，但其实一口咬下去，你的齿感会很轻松。它是那种脂肪虽然没有很多，但是很嫩的里脊肉，配上他们家的特制烤肉酱，嚼开之后那股炭火和牛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所以它饭也是配了日本最好的米，一口烤肉一口饭的快乐，可以很轻松就把一盆都炫完。空盘吃了饭之后就给我们上了一碗汤，它里面是一片用低温处理的和牛包着一个萝卜。怎么说呢？它非常像怀石料理里面的素汤，不过用的牛腿肉比较肥，所以脂肪里的奶香也渗到了汤里。汤应该是用蔬菜和贝类一搅，味道很鲜。汤里面也是那个和牛那个骚骚的味道。然后接下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之一，我就问谁见了这么厚的牛舌不迷糊？除了刚才那碗牛肉饭，我们今天就是冲着这个超厚切牛舌来的。他们的烤法其实很讲究，一开始用小火慢慢烤，然后可以看到牛舌滋滋冒油，最后表面变成非常好看的焦褐色海浪状。烤完之后切好摆盘，这种粉粉的感觉真的就是2个字：脆弹。所以才说它吃起来有点像龟苓膏，它嚼起来的齿感很像没有炖煮过的蹄筋，搭配着一点烧烤味的山椒酱，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味，刚好中和了牛油的腻，剁椒牛肉的感觉。吃完这个确实很腻，所以就给我们上了一个酸辣小番茄。接下来是一小份炸牛排，属实没想到上了一盘炸牛排。炸牛排一般都会用里脊肉，汁水比较少，嚼起来能吃到肉的扎实感，再配着旁边的酸酱，油香也不会腻人，所以它其实很像广东版的糖醋里脊。油香酸甜。接着是酱香牛腿肉，其实我想说这种薄切的非常适合做寿喜烧，服务员一直在讲他们那个酱香如何好，但我就想你给我端个生鸡蛋来，我想吃碳水。不过还好的是下一个菜就是和牛银鱼小饭团，因为米饭里面塞了那种炸过的小银鱼，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脆脆的口感，牛肉的脂肪加上海鲜的香味，得劲儿。这才是最贵的饭团了。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他们家自制的牛奶布丁，超浓的奶香，而且推荐指数8.5分。我一直有个疑问，喜欢吃法餐的人到底是喜欢它什么？本人因为最近吃的太好，体重又成了上升趋势，所以又怀念起了以前做大冤种的时候。不对，是吃法餐的时候，而且法餐还没什么人看。终于又到吃法餐的日子啊！今天吃的这家店位于东京的涩谷，涩谷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就是那个在日剧里面经常能看到的地方，非常的乱，当然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那个乱，它比较像成都的春熙路或者太古里。怎么又在说废话了？法国人不讲话，我们开始吧。装修非常有法国氛围感，但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一家以可持续为理念在做的餐厅说白了就装。我们点的还是他们家最贵的套餐，第一道菜造型有点好看，哪个可以吃哪个不能吃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中了这个马卡龙，其实还挺好吃，层次分明，外酥里软。下面这个一小杯像是果冻上面放了2个小虾，它其实就是果冻包裹的芝士，口感非常奇妙。然后是一个法式薄饼，上面搭配了一点肉末和一些草，这种菜一般分量小到尝不出什么味儿，不过还好这种高级法餐厅一般还会给你一个比较软的面包，而且这种法棍和面包可以无限加，就是说如果不要脸的话可以一直把他们家吃到破产。但它这个烤的软面包是真的很好，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和酵母的味道，涂上一大坨黄油，比刚才的前菜还好吃。接下来切入正题，就是在法餐店里面摆盘越精致的菜，你越不知道它是什么菜，非常的可持续，大自然的味道。它这个底下的薄片吃起来像饼干，上面是几片黑松露，还有一小坨鹰嘴豆泥，旁边的玻璃杯里终于见到了今天的第一坨肉，给了好大一块鲍鱼。它把里面那个鲍鱼做得非常的软，然后这一整个小碗吃起来很像那个中华海草，就是酸酸甜甜，清爽开胃。然后是这家店的招牌菜，长得像鲷鱼烧，但是打开之后别有洞天，
煎，里面是一块煎的已经色泽诱人、饱和度拉满的香煎鹅肝，就是用叉子戳进去都感觉不到任何力道，牙齿一口咬下去，那个油水瞬间从每个细胞里面爆开，那个绵密的鹅肝带上一点稍微甜口的酱汁，甚至还吃出了红烧肉的感觉。油脂带来的快感指的就是这个了。但我还是更喜欢土豆泥配鹅肝，这两个口感绵密的东西配起来就是一绝。这个黑色的鱼我怀疑它就是纯装饰，搭配起来吃也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接下来是个很怪的菜，服务员说是要把碟子里面的菜放到杯子里就是说一顿操作猛如虎，评分只有2.5，果然装还是得看法餐。然后这个菜我不敢讲太多啊，荤蘑菇，它里面那个抄手怎么说呢？它的皮儿超级的厚，可能是法国人对中华料理的误解。下一个菜，服务员说它是美国热狗，但是它到了法国就自动缩小了，可能法国人的尺寸和美国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然后龙虾端着上来啊！今天的第一次心动，感觉终于有点不是只给名媛吃的东西了，其实还挺大一只的，肉质还是很紧实的，好像是和超市的不太一样。其实开始吃饭之前，服务员就已经把活虾拿到我面前给我看了一眼啊，只是没拍到。它是甜辣的红酒风味，好吃，但就是没吃够。最后的主菜是一盘鹿肉，我的最爱，还是那股熟悉的介于山和心之间的味道，就是那个木头的药材味。那股木头的味道很明显，那个味道真的吃一次就上头了，可能是3分熟的样子，特粉嫩，然后中间的部分嚼起来特别细腻，还有旁边焦焦的玉米，非常的大自然。炭烤的玉米不用啃着吃，感觉好奢华。然后是吃芝士，它会让你先选几种，然后搭配着这个法棍片一块吃，就是我有点吃不来。然后就是法餐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，最后的甜品，一般法餐的甜品分为3个菜，第一个豆腐冰淇淋，第二个桃子，第3个就是蛋糕，它们都巨甜，好的我们全部吃完了，就是没有吃饱。反正每次吃法餐都没吃饱，我们就当做了个慈善，减了个肥好了。阿基推荐指数7分，好贵呀。以后别再跟我提便利店的关东煮了，料包煮出来的味道怎么能和这种熬了100年的汤比啊？虽然我觉得它可能就没有100年。还有些人说在日本冬天才吃关东煮，我想说我们四川人一年4季都吃火锅，更何况是这种火锅衍生物。又到了吃关东煮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吃的就是这家1年前来过的大多福啊，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家关东煮店。去年来吃他们家也是下雨。每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他们好严肃。它这个汤据说是1915年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换过配方，汤都是用的第2泡的木鱼花昆高汤。废话说太多，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请听题，关东煮为什么叫关东煮？好啦，第一个菜葱丝牛肉，其实就像京酱肉丝，挂着酱汁的牛肉搭配适量的葱丝，和牛是甜的，酱汁也是甜的，就连这个葱丝都是甜的，这种味道也太下饭了。哇，他那个肉炖的好烂啊！关东煮来了，第一块先来个豆腐，它是油炸过的，里面就有很多气孔，气孔里面全部挤了汤汁。再加上一点黄芥末。据说关东煮的起源就是煮各种豆腐。这个章鱼脚也炖得非常的软弹，比起小的鱿鱼腿，还是这种章鱼脚吃起来更 Q 弹。刚才的吸盘都已经脱落了。魔芋丝这是我的最爱，一定要让它多挂一点水，这汤底的精髓就在这一口上了，让我看看谁的泪水都从嘴角流下了。哇，接着是这个黄油葱香备注，不得不承认，一入口就充斥着黄油的香味。它放了很多那种就是咸的那种黄油，炖煮过后的备注就很有味道，又香又带着海鲜的鲜味。我发现他们家的菜都会炖得特别的软烂，体验非常顺畅，不愧是我之前给过10分的店。每次来他们家都有惊喜。这个卤蛋真的是黢黑，我们精准的咬掉一半啊，慢慢咀嚼之后，好像还有些许回甜。另外一半最好再蘸一点汤，这个汤真的好新鲜呀！还有这个腐竹，新鲜到了天灵盖。蘸黄芥末的白果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，吃第一口就想家了。今天 Top 1的推荐给到的就是它，离训真好吃。竹轮关东煮的老朋友了，口感像鱼排和蟹棒的结合，但它更有嚼劲儿，且味道更好一点。有些店还会做竹轮鸡肉。等一下，今天喝的太多汤了，我可太爱萝卜了，一口下去整个嘴巴很难兜住里面的汤汁。关东煮排名第2。最后是这个福袋，里面藏的是鸡肉和魔芋丝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味道让人很舒服，是那种很老的酱油和豆腐熬在一块的味道。最后用一碗极品蒸蛋结束，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没吃到，下次再来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